我国一款经历了276天太空飞行的航天器终于返回，但却因为过于先进无法展示的缘故，没有任何的图像资料传出。不过，美国却声称这款航天器能够捕捉卫星。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在上月底时，马斯克对自家的星舰发射进行了全球直播。不过，这次的直播到一半时，星舰就发射失败了，直接在空中发生爆炸。虽然这次的发射失败了，但马斯克并没有灰心，认为这次的失败为下一次的发射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是十分有意义的。不过，就在马斯克的星舰发射失败的时候，我国的新型航天器发射却取得了圆满成功。不过，和星舰这种重型可重复使用火箭系统不同，这款可重复使用的试验航天器体型应该类似于美国的 X-37B， 是一种空天飞机，体型要比星舰小上很多。这款可重复使用的试验航天器经过了276天的太空飞行后，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于前几日成功返回了着陆场。不过和以往不同的是，以前我国面对这类航天装备都会全程报道，并且给予近距离特写，这次只是官宣了短短几句话就没了下文，并且还配上了图片，过于先进无法展示，这让大家就更好奇这东西到底长什么样。在去年，西方国家就不断炒作，说我国发射了一款可对全球进行轰炸打击的轨道轰炸机。那时我国就会回应了，这是一次关于可重复使用航天器的实验，让西方国家不要小题大做这么炒作。但西方国家可没放过这么个机会，依旧是在疯狂炒作着，但苦于拿不出任何的实际证据，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对于为何西方国家拿不到实际证据的原因也很简单，找不到这款所谓的轨道轰炸机的照片。像美国之前的 X-37B 在太空中的飞行速度最高能达到25马赫，堪称是真正的1小时打遍全球。而我国的这款航天器作为和 X-37B 类似的物体，性能应该也差不多，甚至是更先进。毕竟美国的 X-37B 发射时间都有好几年了，而我国的这个航天器是在去年才发射，前不久才刚返航。虽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天空中遍布了侦察卫星，想要对全球监视都轻而易举，但是想要对太空中进行监视可就难了。本身这些卫星的移动轨道都是固定好的，想要监视一款能够在太空中以数十倍音速飞行的物体，恐怕连影子都看不到，更别提还有那么多的卫星，想要拍摄它的高清照片实在是太难了。对于这样一款连图片都没看过的飞行器，美国现在又声称它能够破坏别人的卫星。对于为何美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美国的私营太空公司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显示，我国的这个航天器在轨道期间多次与一个单独的轨道物体进行对接，或者说用其他方式捕捉一个物体。也就是说，这种具备高机动性的航天器不但能与己方的物体进行互动，也能与对方的物体进行互动，像捕捉、破坏，甚至是直接攻击对方的天基资产。对于这款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与其他物体进行对接，代表它可能搭载了某种机械臂，也意味着它还能拥有其他的进攻能力，如携带电子战系统，或者是发射某种投射物，成为一款天基武器。虽说现代武器发展的已经十分迅速，但是在太空武器这块上几乎还是零。当前世界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能在太空中发起攻击的武器，因此那些我国的这款航天器面对那些在太空中的卫星可以说是降维打击，能够轻松捕捉它们。如果说这款神秘航天器携带动能武器的话，还能够轻松摧毁卫星。失去的这些卫星，恐怕某些国家的战斗力就要下降一大半。不少导弹都是依靠卫星系统来定位提供坐标的。不过，
也不能说是我国已经实现了领先全世界。目前，这款航天器只是一个试验品，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如说，现在摆在这款航天器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载荷。由于这款航天器不但能重复使用，速度也十分快，这就代表它的体型不可能像运载火箭那么大，而是类似于战机，并且由于是在太空中飞行的缘故，需要携带相当多的燃料。虽说在太空中，由于没有空气阻力的缘故，不用携带太多燃料，但依旧起飞重量很小。美国的 X-37B 也就只有5吨。以这个重量来计算，我国的这款航天器如果携带武器的话，只能携带一些中小型的导弹，适用于执行斩首任务。对于这种不但能够高超音速飞行，还能在太空中发起打击的武器，恐怕全球是没有任何人能拦得住。等我国将这个载荷问题解决了，或许才能实现那些西方国家所说的轨道轰炸机。